最近马来西亚的育幼院爆出了严重的儿少虐待案，有多达400多名的儿少受虐，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马来西亚育幼院虐童案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最近在马来西亚有一件震惊社会的事马来西亚20多间育幼院爆出了虐待近亲儿少，警方解救出了受害者高达了400多名。这些育幼院的看护管理员都疑似涉案，警方拘捕的嫌疑人有170多名。而且警方还说这可能并非育幼院员工的个人行为，育幼院背后的集团也很有可能涉案。而这些育幼院都隶属于马来西亚大企业 GISBH 的旗下，而这家企业被人爆出了跟邪教有关。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被控涉案的大型企业是什么样的来历？他们真的跟邪教有关吗？马来西亚社会各界对此又怎么看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行到工商服务时间。不帮同事或老板的忙会害我变成职场边缘人吗？科学家用1年的精神实验告诉你就要回绝100次，也根本不会怎么样。2022年，美国有4位社会科学家一起订定了这个大胆的年度 KPI， 想要观察拒绝到底会对自己的职场带来什么样的改变。这拒绝包含了临时的小任务别人的工作自己无法执行的事项等等。结果他们发现拒绝工作根本不会怎么样，不但降低了职业倦怠的风险，也让自己可以更专心的完成真正重要的任务。但是拒绝的艺术博大精深太直接，怕伤感情；太委婉，又怕被占便宜。所以这时你需要的就是这场由日本形象权威大师西出博子推出的跨国社交与人际关系处理课。这堂课将教你如何保持进退得宜的职场人际关系，尤其针对内向不善言辞的 I 人们，设计了如何用最低限度的社交，用最少力气建立信任感等等重要单元，让你无需内耗就能够拥有正向和谐的职场人际关系。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链接，了解更多的课程内容，输入折扣码扭转让人心累的内耗职场吧。今年2月开始，马来西亚网络上面陆续有人爆料，当地的大企业 GISBH 旗下的育幼院当中的儿童遭到了工作人员的虐待。事情在网络上面发酵之后警方也介入调查。9月10日，警方在马来西亚雪兰莪还有森美兰2州展开突袭行动，从20多个育幼院当中解救出了402名的儿童跟少年，其中男女生各一半，年龄介于1岁到17岁。马来西亚警方透露，这些儿童都明显遭到虐待的痕迹，许多儿童疏于照护，即使生病也得不到及时的治疗，只有病情严重到危及生命的时候才会被带去看医生。而且这些孩子如果平时不顺从育幼院的工作人员，可能还会遭到体罚，像是工作人员会用烧烫的汤匙在他们的手臂上面烙印。那除了遭到虐待警察调查之后还发现，有些工作人员会用宗教规定作为借口抚摸猥亵儿童，甚至直接性侵他们。更夸张的是一些孩童还被强制要求与其他的孩童发生性关系，并且被公然的围观。而从初步的身体检查报道来看402名的儿童当中，至少有13人遭到过性侵。那除了这些施暴行为警方也怀疑这些育幼院有其他的违法行为，例如涉嫌利用孩童博取社会的同情，骗取公众捐款，涉嫌人口贩卖洗黑钱等等。那因为这次案件的受害者人数众多受害情节严重，事情被爆出来之后，整个马来西亚社会对此都感到非常的愤怒。而面对公众的怒火，马来西亚首相也有出来回应，说会彻底的调查此事。目前警方也已经逮捕了171名的嫌疑犯，包含了在育幼院工作的教师看护管理者等等。社会福利部也已经封锁了涉案的育幼院。那虽然警方已经逮捕了多名的育幼院工作人员但许多人觉得这起案件背后可能有更多的幕后黑手。那因为这些涉案的育幼院都隶属于企业 GISBH， 也让许多人怀疑育幼院背后这个大企业 GISBH 可能也有参与，甚至是他们刻意组织的犯罪。那这些育幼院背后的大企业 GISBH 究竟是什么样的来历呢？GISBH 是一家大型的伊斯兰企业，他们在马来西亚当地的生意做得很大，经营了几十家清真餐厅超商，同时也涉足到这个制药、旅游、房地产还有社会福利业等等。而且他们的业务版图还扩张到了全球20多个国家，并且在全世界拥有超过400多支的分支机构，旗下的员工也超过了5000多人。不过这家跨国大公司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些争议，像是在2011年GISBH 成立了一个名叫顺从妻子的俱乐部，
部，俱乐部主张呢，女性要完全的顺从丈夫，并要不断的满足丈夫的性需求，才能够保持家庭和睦。这些主张引起了很大的争议，许多人觉得这是在物化跟歧视女性。那除了这个风波，GISBH 更大的争议是它可能跟非法教派奥尔根教派有连结。奥尔根教派是1968年在马来西亚成立的伊斯兰教宗教派系，曾经有大量的穆斯林追随者。但是呢，当时许多人认为奥尔根教派的教义偏离了正统伊斯兰教。例如，教派的创始人阿沙哈里呢，曾经多次暗示自己有预知能力，并能够跟先知穆罕默德呢有精神连结。许多追随者呢，也因此开始相信阿沙哈里握着神秘力量。但是正统伊斯兰教其实主张只有真主才是至高无上的，先知穆罕默德呢是最后的使者，任何其他的人都不应该被赋予这种神圣的地位。而另外，该教派呢还在一些村庄当中呢建立了封闭式的自给自足社会体系，生活在里面的人都不怎么跟外界接触。这除了不太符合强调社会参与的正统伊斯兰教义，政府呢也担忧这是在建立国中之国，会威胁到这个国家的法律还有秩序。最终在1994年，马来西亚法院认定奥尔根教派非法，政府也取缔该教派，逮捕了阿沙哈里还有其他的领导成员，并强制关闭教派营运的这个学校还有组织机构。那虽然奥尔根教派被取缔但在原本教派当中的商业部门却重组存活了下来，并且改名叫做 GISBH， 最终发展成为了跨国大企业。但因为历史上面 GISBH 跟奥尔根教派有关许多人因此怀疑 GISBH 的商业活动背后是不是也有原本的教派势力，甚至说奥尔根教派邪教势力根本没有消失，只换了一种名义在社会上面扩张。那面对这些质疑呢 ，GISBH 曾经发表声明说，他们现在已经重新定位为一个基于穆斯林原则的跨国公司，只是就是单纯做生意，早就已经摆脱了过去跟奥尔根教派的连接。不过，许多人对于 GISBH 的说法并不买账，他们认为呢 ，GISBH 仍然持续的在做违法事情，而这一次幼儿园的这个儿童虐待案呢，也跟整个 GISBH 组织都有关系。从今年的2月起 ，GISBH 就一直受到了虐待儿童的指控。最一开始呢，有自称是知情人士的人在马来西亚知名 podcast 上面爆料 ，GISBH 旗下的这个育幼院会虐待儿童。而从这集的节目的留言区当中呢，也有一些网友爆料自己有听说或看到过这样子的状况。之后，网络上面也流传着多个疑似相关的影片，影片当中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态度都不太好。那针对这些传言呢，马来西亚佩尔利斯州的这个伊斯兰教法官呢，做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他认为 GISBH 这个组织很有问题，不仅涉嫌了虐待儿童，而且有可能是很有势力的犯罪组织。甚至还说自己呢，因为调查他们，生命也因此受到了威胁。那除了指控 GISBH 虐待儿童也有媒体揭露说，孩子们呢在这些幼儿园当中，基本上面只能够接受宗教的教育，这引起了民众的担忧。幼儿园的儿童可能没有办法接受主流教育，甚至可能因此被灌输一些宗教信仰或是特定的价值观。那警方突袭调查育幼院之后呢，警方也认为涉嫌的这个育幼院呢，都是由 GISBH 的营运的这件事情，可能并非巧合，而是有组织的犯罪。而且他们说，其实在今年舆论沸腾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调查 GISBH， 因为过去10几年，他们总共接到了40多起指控 GISBH 报案，最少呢一起甚至是可以追溯到了2011年。另外，针对这一次案件呢，警方初步调查发现，许多的受害儿童可能是 GISBH 员工的子女。这些孩童呢，可能从小就被送入了育幼院，父母都常年在国外工作，与父母较少，甚至是完全没有接触。那虽然具体的结果仍有待 DNA 鉴定其中的缘由呢，也有待进一步的调查，但这些仍然引起了许多外界推测。例如，有人猜测是不是 GISBH 是以照顾员工子女作为借口控制旗下员工等等。而且警方还发现了 GISBH 有试图规避调查、毁灭证据的嫌疑。GISBH 会不断的搬迁育幼院，转移里面的儿童。那么这些原因GISBH 被警方高度的怀疑涉案，他们旗下96个户头的资产也遭到了冻结，公司总执行长的夫妇还有多位企业高层也被警方给逮捕。不过面对这些指控呢 ，GISBH 却一直坚称他们并没有指示育幼院虐待儿童，并说这些指控都是恶意的诽谤。从刚开始出现这个网络爆料的时候 ，GISBH 就出来说他们没有参与任何形式的儿童剥削。为此 ，GISBH 呢还主动的登上了马来西亚知名的 YouTube 节目，并且在节目上面与自称受害者当面的对质。
不过也因为在这一次当面对质的时候呢 ，GISBH 的执行长表现的态度强硬、不通情理，反而让许多的观众对 GISBH 的印象变得更加的负面。另外，面对 Dr. Maza 的公开指控 ，GISBH 呢也说这些都是诽谤，并扬言会提告 Dr. Maza。那在400多名的受害者被爆出之后呢，面对警方指控 ，GISBH 也再次声称这与他们无关，他们并不直接的管理这些育幼院。或许育幼院当中呢，确实有1、2起的性虐待，但他们不知情，也没有参与，不明白警察呢为什么要怀疑整个 GISBH 集团，甚至是冻结他们的资产。他们觉得这些指控呢都是带有恶意跟偏见，是在制造对于 GISBH 的负面印象。而面对这些警方与 GISBH 的不同说法，马来西亚民众又是怎么样看的呢？许多的马来西亚民众认为 GISBH 确实很可疑，而且他们相信警方，认为警方一定掌握了相关的证据，才敢公开的指控 GISBH 逮捕集团的高层。但有一些人觉得 GISBH 已经是一个跨国大企业，他们没有必要刻意的犯罪来自毁名声跟生意，所以 GISBH 有可能呢只是对于育儿院的监管不力，并不一定是有组织的犯罪。另外，也有些人觉得不应该把全部的焦点都放在 GISBH 身上，也应该要关注政府监督育幼院的问题。像是有些民众质疑，为什么警方在2011年就有接到相关的报案，但直到最近才有所行动？这可能意味着政府对儿少保护不够重视。而这起事件之后呢，也有非营利组织出来说，他们觉得马来西亚政府在监督育幼院时，仍有做得不够好的地方。例如，他们发现许多育幼院可能没有正式的登记在册，社会福利部呢也就监管不到他们。而另外呢，也有一些育幼院虽然有登记但是因为马来西亚注重这个宗教的自主性，这让许多的警察呢不太方便去干预这育幼院的内部运作。本来监管就有难度了，再加上有人指出这个社会福利部长期存在着人手不足的问题，这也让政府的执法变得更加的困难。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运作这个频道，制作这种非常有可能会被黄标的议题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顶级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这一次看到马来西亚爆出的这个育幼院虐儿时呢，我们感到非常的震惊。除了因为这起案件受害者人数众多，加害的手段残忍，也因为这件事情可能牵涉到马来西亚当地非常大的企业。那可能也是因为 GISBH 主要经营伊斯兰相关的事业，例如清真餐厅伊斯兰食品等等。这次我们看相关的案件讨论时呢，也看到了许多人会把这起事件跟伊斯兰教连结，甚至有人会因为这起案件对整个伊斯兰宗教产生负面的印象。但其实仔细了解案件脉络之后呢，我们发现宗教因素可能未必与案件直接相关。如果 GISBH 真的有涉案，他们的动机到底跟宗教有没有关系，现在也都还不好判断。而且从这家企业的历史来看 ，GISBH 的前身这个奥尔根教派宣扬的教义本身也跟伊斯兰正统教义不太一样。而且其实在马来西亚当地呢，有许多宗教团体也都涉足了商业社会福利事业，但他们并没有爆出太多的争议。所以呢 GISBH 这个现在遭到了那么多指控的这件事情，可能也只是一个个案的行为。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其实在马来西亚当地呢，比起华人群体，穆斯林群体更关注这个案件。很多像是 Dr. Maza 这样的宗教师呢，也有出来呼吁彻底的调查此案，因为他们也不想要让这起事件与伊斯兰教义混为一谈，引起大家对于伊斯兰教的误会。好的，那我们最后呢，也想来问大家，你怎么样看待马来西亚育幼院虐童案 ？GISBH 真的有涉案吗？有，因为警方呢有明确的指控，并没有大企业感觉没有必要这么做，自己有待观察还要看警方最终的调查结果。以及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马来西亚育幼院虐童案。此外呢，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马来西亚穆斯林拒吃肯德基事件，以及印度抗议性侵运动。那么今天的这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